亲吻一记，火中灼一下，驯服爱欲像筑青蛙。酒后失踪，说多了谎话，驯服爱欲不问真假。面孔温柔，别忘了挥舞爪牙，是早初建成的伤疤。眼泪站里，统统都变得听话，就不要挣扎，大不了一起崩塌。用爱击杀，多么伟大的办法！仔细听爱的故事沙哑，说风雨纯洁，不懂得尴尬，还享受做一个笑话。不愿自拔，多么荒唐的无暇，虚伪的拥抱，僵硬浮夸。亲吻总好过怒骂，别再说假话。人都到了。爱哭，眼睛大，唇色红，脸窄，长得白，得漂亮。这些是盛少由盛总过去交往对象的共同点。你想见的盛总前任，总共32位，都在这儿了。品味真差。据说盛总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您看到的这些前任呢，说穿了，都只是他的陪床。不过盛总虽然对情人是3分钟热度，但他的审美和品味却很统一。还有人开玩笑说，像盛总这样，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长情。您不要不高兴。要我说啊，盛总对待这些前任，未必有什么真感情。理论上说，交往时如果没有走心，盛总的初恋也还在呢。是吗？当然了，这些Omega里，跟盛总最久的宋焕成，也就半年。盛总若是真心喜欢，怎么可能半年就厌倦了？这个穿白色衬衫的，就是宋焕成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。我和少友早就分手了，你好重的信息素压迫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老板问话的时候，就连P国的皇室也不敢这么站着跟他说话。抱歉，是我不懂规矩了，
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。这个人这么贴着信息素一直贴，还能释放信息素，他为什么要把和石少游交往过的欧米伽都叫来？难道是想要向氏族寻仇？这位先生，我和少游已经分开很长时间了，他或许都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。少游，叫的可真亲热。没有，我和盛先生真的已经很久不联系了。你跟盛先生交往了半年，你在发抖啊？别怕，告诉我，盛先生喜欢什么样的欧米伽？1个小时06分。真的很抱歉，这已经是市面上功效最强的抑制贴了，可惜对您来说还是不够。不过您放心，实验室已经设计出一款对您有效的注射类抑制剂了，只要通过安全测试就能投入使用。您再给我10天时间，我保证。3天，常宇，最多3天时间，我要拿到有效的抑制剂。是，我明白了。近日，一种突如其来的病毒感染迅速侵袭全球。これは止めようのない大災害であり。病毒感染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恐慌与医疗资源的紧缺。But the degree is more serious. Once infected,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patient's normal life. Experts have found that the virus can be 这些 transmitted. 症状和感冒很像，但程度却严重得多。一旦感染，将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。专家研究发现，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、气溶胶等传染。 Everyone is now forced to wear masks, and it feels like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getting 当 sick. 做普通流行性感冒处理时，大面积的死亡如同瘟疫般蔓延开来。主要對緊 CRTV 大有關。并就媒体的提问做出了官方的解释与回答。目前，专家组已正式将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逆转录病毒命名为 Y46， 并针对 Y46 流行病毒引发的流行性疾病爆发做出了深度的调查。专家组研究发现，感染 Y46 病毒的患者死亡率非常高，其中 AB 血型的患者和特殊血型的患者死亡率接近100%，A 型血和 O 型血的患者死亡率高达86.5%，B 型血患者重症率相对较低，死亡率约为0.5%。在 Y46 病毒侵袭的半年内 ，AB 型血已全军覆没。幸存下来的人，除了以染色体和性器官分辨男女性别外，还根据血型演化出了 alpha、beta、omega 3种性别结构。3元性别取代了过去的男女性别，正在成为全新的、最主流的性别判定方式。加起来只占总人口不到15%的 alpha 和 omega 都长出了性腺体。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素的气味，还有分化后出现的周期性易感期、发热期。不久后，为了能够顺利标记配偶，确保唯一性 ，alpha 们还进化出了在标记时会出现的犬牙。Virologis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edical School believe that the Y46 virus has revolutionized the human reproductive system. A few experts even believe it is a form of 很 reintroduction. 快 ，ABO 性别体系被社会学家命名为 Omegaverse。3大性别在社会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其中 Alpha 性别无论是男女性别都极易让伴侣怀孕，而 Omega 性别无论男女都极易受孕。反观在感染时期幸存率最高的 B 型血，虽然说人数已经高达86.9%，但自然受孕率极低，降至了不足10%。很大一部分人相信，这种 ABO 的社会形态在某些方面无限趋近于狼群。绝大多数人也习惯了 S 级 alpha 作为天然的最高人类，在基因层面优于其他人群。
但最近有科学家们发现，除了固有的 alpha、beta、omega 外，可能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小众性别 Enigma。虽然其分化概率不足10亿分之一，但该发现还是震惊了整个学术界。这都过去多久了？那些生物专家怎么还没弄明白 ABO 性别的进化呀？专家大都不靠谱，正常。那专家还说了，现在人类进化的天花板不是 S 级的 Alpha， 而是小众性别的 Enigma。听说这个 Enigma 还可以标记 Alpha。少友，你们盛放生物作为江户市生物制药的行业龙头，你怎么看？胡编乱造，哗众取宠。你见过哪个小众性别能标记 Alpha？ 雨山，你和少游说这些，他肯定不相信呢。人家可是 S 级的 Alpha， 有着天生顶级的信息素，称王称霸惯了，当然不会相信专家口中不足10亿分之一的 Enigma 可以甩开 S 级的 Alpha 800条街。哎，雨山，你换香水了？对啊，我新交的 Omega 给我买的。这个香水味好像最近还挺流行哎。流行？何止是流行啊！这款信息素香水叫做醉之，风靡全球，很难买到的。听说卖这款香水的 HS 集团挣了不少钱。不过什么？这个醉之和少游身上的原生信息素味道一模一样。少游一直很介意自己的味道变成花钱就能买到的便宜货，所以一直很记恨 HS 的老板沈文郎呢。少友，真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。怎么会？别听李伯桥胡说八道。我哪里胡扯了？之前沈文郎找你聚会，你不都找理由推脱了吗？现在怎么突然转性，又不讨厌了？啊？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讨厌谁？之前聚会没有碰到沈总，我一直都很遗憾。再说了，我要是真的讨厌沈总，又怎么会请雨山你做中间人，帮忙约他，还同意就他的时间今晚在 HS 集团见面呢？不是，少游，那个沈文郎约你现在去和他见面，这他妈现在都几点了？这也太没诚意了吧！啊？第一次见面，文郎拖到这么晚才答应，确实不合适。但是，他好像最近行程有点满，有可能是白天脱不开身。少友，你别介意啊。怎么会 ？HS 集团发展势如破竹，不仅在日化赛道上做得风生水起，生物制药板块也是经营得有声有色。哇哦，少游，你好官方啊！啊？我说的是实话。HS 集团入局制药板块不过短短半年，就被 P 国的最大药企 X 控股挑选为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的唯一指定授权合作方。作为集团的最高决策人，沈总肯定忙。雨山，谢谢你啊，特地为我攒局。哎，咱们兄弟一场，别客气。你们俩先玩一会儿，我来了个朋友，出去打个招呼。行，那你先去吧。少游，你听雨山说没？说什么？这个沈文郎最讨厌Omega，你约他谈合作，可千万别带Omega啊！放心吧，你消息这么灵通，要带啊，也只带你。不是，我可不行。我只会喝酒泡妞，一听你们聊正经事儿吧，我就犯困。哎，对了，少游，你约沈文郎见面，是不是因为伯父的病啊？有了 X 控股的授权 ，HS 集团就成了国内最有机会攻克信息素腺体癌的公司了吧？所以你才忍气吞声，同意这个点儿去见沈文郎。盛总，
王主任，我爸怎么样？还是在昏迷中，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病情整体不太乐观，虽然癌细胞暂时没有扩散，但肿瘤发生的位置比较特殊，切除肿瘤就势必会损伤腺体。对于阿尔法来说，腺体损伤的生存率是0，所以我们不敢贸然手术。在无药可用的情况下，能维持现状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是不是伯父的病恶化了？虽然说腺体癌是惰性癌，不会轻易扩散，但算下来，伯父的病也有2、3年了。是不是？别胡说，我爸还是老样子。啊，那就行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帮我替雨山说一声。这么快就走了？嗯。听说那个姓沈的暴发户心眼很小，迟到要被穿小鞋的。我就说你讨厌他吧，口是心非的资本家。盛总您好，我是沈总的秘书高图，欢迎2位莅临 HS 集团。高秘书幸会，我是陈品明，盛总的秘书。这么晚贸然来访，辛苦高秘书加班了。不客气。沈总刚刚结束完会议，2位，里边请。这个点还灯火通明，贵司果然名不虚传。沈总一向身先士卒，底下人自然不敢懈怠。2位请进。盛总来了，请进，有失远迎。怎么是你？对不起。这是我办公室新来的秘书助理花友。怎么，邵尤总认识？是啊，一直想要认识文郎总。早知道这位就是文郎总的秘书，当时就应该问花秘书要个联系方式，免得还麻烦雨山牵线。花友，你好大的本事，居然早就认识我们大名鼎鼎的邵尤总。当初你要是在求职简历上写上认识盛放生物邵尤总这一项，我们 HS 集团哪还能纡尊降贵的让你来当个助理秘书？沈总，盛放生物在我们的竞业协议中是排他项，入职前，但凡认识盛放生物的任何人都要提前报备的。我真的不认识这位盛先生，没有刻意隐瞒。是，的确算不上认识，只是在核磁医院见过一面。花秘书没有注意到，在大堂撞到了我。哦，是你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没有认出来。那天实在是抱歉。那天我去医院看我的妹妹，不小心在医院冲撞了盛先生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光嘴上说不好意思有什么用？去，
好好给邵尤总道个歉。不必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盛先生，我叫花勇，那天真的非常抱歉。不必。花秘书，名片我先帮盛总收着。陈秘书，沈总和盛总一见如故，相信他们有很多共同话题。要不这样，我和花秘书带你去隔壁的休息室，咱们边喝茶边等他们。盛总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请，花秘书。文郎总真看得起我们盛放，还特意把我们列入竞业协议啊。那当然了，盛放生物的规模在江户业界数一数二，我们自然不敢轻率。规模之类的，就是外行看的热闹。要我说，还是你们 HS 的业务结构更健康。从日化产品到靶向药研发，你们 HS 这是要全面开花，赢家通吃啊！哼，邵尤总是在打趣我不务正业。哪里哪里。和盛放生物比起来，我们 HS 的生物制药虽然起步晚了些，但俗话说得好，背靠大树好乘凉。和邵尤总靠硬实力立足不同，我们主要是运气好。从 X 控股手里拿到了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研究成果的独家授权。文郎总谦虚了，放眼全世界 ，X 控股那也是企业界的超级巨无霸，早在20年前就垄断了 P 国80%的主粮交易量。大感染爆发后，又研发出了信息素抑制剂的全球独家专利。去年 X 控股的年收入更是占了 P 国 GDP 总量的30%，说他是商界怪物、P 国只手遮天的土皇帝也不为过吧？你们 HS 集团能靠上这样的大树，证明文郎总你也绝非等闲之辈。邵尤总过奖了。哎，邵尤总也在用我们的主推信息素香水萃汁吗？哎呀，看我这记性。邵尤总是 SGA Alpha， 怎么会用我们的信息素香水呢？我听说过的。邵尤总的原生信息素气味就和我们的萃汁很相近，这说明我和 HS 有缘。是啊，没有缘分怎么会坐在同一桌上喝茶聊天呢？既然如此有缘，我也就开门见山，不跟文郎总弯弯绕绕了。盛放生物作为首批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的研究单位，对你们 HS 掌握的靶向药研究成果非常看重。盛放愿意出资收购 HS 60%的股份，前提是你们要共享靶向药所有研究的成果。现在的社会很浮躁，有很多人虽然自诩是企业家，可做公司却像是在养猪仔，养得大了便到处兜售，只想变现。但 HS 由我一手创立，我把他当儿子养，对他感情深厚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出让股份或者是核心技术。300亿，文郎总，我是爽快人，没有人会因为钱多就出卖儿子。350亿，很多人不卖儿子，不是因为真的不想卖，而是买家不够诚心，给的价不够高。邵尤总的出价的确很有诚意，承蒙您看得起。可惜我并不缺钱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350亿都说不动文郎总，看来外界说的不错，文郎总的身家实力果然深不可测。再怎么深不可测，
也比不过盛放生物财大气粗啊！开口就是350亿，邵有总真大方。大方自然是因为 HS 集团值得。不瞒文郎总说，靶向药的研究成果，我志在必得。君子有成人之美。文郎总既然不愿意出让集团股份，那还请考虑单独出让靶向药项目。我们愿意和贵方一起继续投资，加速推进完成药品的临床试验，让靶向药能够尽快投入市场，造福更多病患。沈总，我有心交你这个朋友，就看你看不看得起我们盛放。他妈的，这姓沈的真难缠。等我拿到靶向药的核心技术，别说350亿，就是350块都不会给的。我和邵有总的确有亲盖如故的感觉，一定能成为好朋友。不过合作嘛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怎么，你们 HS 看不上我们盛放生物啊？怎么会呢？只是靶向药的专利授权是我们最核心的资产，亲兄弟明算账。虽然我想交邵有总这个朋友，但也不能因此就这样把我们的家底掏空啊。文郎总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这么看来，盛放和 HS 的缘分尚浅，还需修炼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叨扰了。文郎总，改日再聊。手术费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。行，谢谢您，童荣。盛先生，居然这么小心眼，真可爱。花秘书，还没回去呢。刚刚接了个电话，高秘书下班了吗？花秘书，你住哪儿？啊，你别多想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正式员工晚上超过9点下班，公司会报销打车费。啊，花秘书，你还在实习期吧？如果顺路，我可以打车送你回去的。杏仁巷12号，麻烦你了，高秘书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在大堂不小心听到了。那个花秘书也有家人住在核磁吗？核磁是江湖最老牌的医院，虽然装修旧了点，但医资和设备是全江湖最好的，就是医药费贵了点。是很贵。我有个妹妹也在核磁住院，好多年了，最近在等手术排期。所以，我能明白花秘书的感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是说不喜欢欧美感吗？高秘书，你是贝塔吧？听人事部说，高秘书和沈总是高中同学，在沈总身边工作了很多年，
和沈总一起工作，一定很辛苦吧？不会，没有。沈总其实是个很好的老板，虽然他对工作要求比较高，但他从来不会随便为难下属。从中学时代，沈总就很少跟其他欧米伽接触。说起来，花秘书还是第一个能和沈总共事的欧米伽。我入职第1天就听说了沈总讨厌欧米伽的事。是沈总告诉你的吗？不是，是请秘书长说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如果花秘书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告诉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高秘书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司机师傅，能帮我去一下附近的便利店吗？我想要买点东西。好。欢迎光临垂涎便利店 ，HS 洗护用品全面上新，请随意挑选。先生，所有抑制剂都只能在发热期紧急使用哦，长期使用会引发信息素紊乱症，产生头晕、剧烈疼痛等副作用，严重的话还会导致休克，危及生命。另外，安全起见，止痛药和抑制剂也不能同时使用哦。谢谢。但我是贝塔，止痛剂是我缓解头痛的，抑制剂是我替朋友买的。嗯，好吧。为了药品管控安全，麻烦你在这里登记一下。谢谢。您购买的这个是喷雾式抑制剂，喷一次就可以有效抑制信息素散发。不过市面上使用最多的其实是抑制剂贴，副作用小。其实根本不用跟我解释这些。论抑制剂使用，我大概是专家了吧。
见。沈总，高图呢？一早上都没看到他。高秘书临时递了请假申请。请假？是。我不是说过有关高图的事都直接向我汇报吗？抱歉，沈总，前面您在开会，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。他为什么请假？请假说是回去陪伴侣度过发热期。我记得高秘书是未婚吧？您说的对，不过根据 Omega 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在 Omega 发热期间，同居满2年的伴侣都有陪伴义务。哦，知道。好的，沈总，那我先去忙了。你给我站住！钱呢？你把我饭本的钱藏哪里去了？没有钱，钱都被你输光了，哪还有钱啊？怎么可能没有钱？把包给我！没有！给我！妈的，真没钱！没钱就给老子去卖！你是Omega，再怎么样总也得值点钱吧？你个臭婆娘，生个儿子是个没用的贝塔，生个女儿嘛，又是他妈天天生病的阿尔法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下次再来，没钱你试试看。妈妈，我已经分化了，我不是贝塔。嘘，嘘，小兔子，你就是贝塔，你是得了哮喘的贝塔，你才刚分化成Omega不久，妈妈就要走了。有许多事没有办法一一交代给你，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Omega。这是吸入时的抑制剂，外包装我已经撕掉了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就说这是哮喘的。你千万要长期用，不能让任何人闻到你身上信息素的味道。听明白了没有？你要向妈妈保证，听明白了吗？你说明白了，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妈妈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不会泄露秘密的，妈妈，你别哭了。记得你是贝塔，你是个贝塔。喂，高秘书，你可算是接电话了。秘书长，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吗？抱歉，打扰到你休息了。但是确实很急。上周末我给了你一份加密硬盘，你还记得吗？在我这儿。本周一例会需要的资料和数据报表呢，都在那个硬盘里。现在啊，周一这个例会呢，由花秘书负责。你看，我是让花秘书去取呢，还是你帮忙给他送一下？家里现在到处都是信息素的味道，让谁来都不合适。我给他送一趟吧。辛苦，真是江湖救急了。不过让你的 Omega 一个人在家度过发热期，真的没关系吗？时间短的话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感谢。已经退成低烧了，发热期应该已经过了，去送一趟应该没事吧？
高先生，长期滥用信息素抑制剂，对你的信息素腺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近期内你绝对不能再使用抑制剂了，尤其是注射类抑制剂。你的发热期马上就要到了，你的腺体损耗过大，这次发热期我建议你最好能够住院。医生，我没办法住院。那至少也要请假，好好休息啊。医生，如果我不希望自己的信息素味道溢出，那可怎么办？除了我妹妹以外，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 Omega。我没办法用抑制剂贴。高先生，你在我这看诊呢有好几年了，恕我直言啊，你应该好好看看心理医生。你对自己 Omega 的身份极度不认可，甚至非常自卑，这是因为你的伴侣吗？他不喜欢你的气味，还是……哦，抱歉啊，这个主要是我的推测，毕竟你使用抑制剂的量啊，实在是太高了，每天都大量使用吸入式抑制剂，对你的负担实在是太大。那同时我要提醒你，如果我的推测是真的，那你的另一半就涉嫌虐待。按照 ABO 平权协议的规定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医生，我是单身。那就更不应该了。单身未孕的 Omega 频繁使用抑制剂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这会引发信息素紊乱，严重的呢会危及生命。况且你在发热期使用注射剂本身也很难熬，你难道不觉得痛吗？我有吃止痛片。胡闹！不遵医嘱就擅自使用抑制剂也就算了，你居然还在发热期注射抑制剂，还吃止痛片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哎。只是送个资料而已，又不跟人近距离长时间接触，靠吃抑制剂应该就能盖住气味了吧？高秘书，我住在杏仁巷12号1幢2单元106，麻烦你送一趟了，谢谢。居然出了这么多汗，应该不会有味道吧？早知道就用注射性的抑制剂了。花秘书，是我。高秘书。请问一记火中灼一下，是否爱欲像株青蛙？求偶时总说多了谎话，是否爱欲不问真假？一口温柔，别忘了挥舞脚丫，制造出虔诚的伤疤。眼泪
家里统统都变得听话，就不要挣扎，大不了一起崩塌。用爱欺诈，多么伟大的办法！仔细听爱的哭声沙哑，重复愚蠢却不懂得尴尬，还享受做一个笑话。不言自拔，多么荒唐的误杀！虚伪的拥抱狰狞浮夸，亲吻总好过怒骂，别再说假话。温柔，别忘了挥舞爪牙，制造出坚持的伤疤。眼里家里统统都变得听话，就不要挣扎，大不了一起崩塌。用爱欺诈，多么伟大的办法！仔细听爱的哭声沙哑，重复愚蠢却不懂得尴尬，还享受做一个笑话。不言自拔，多么荒唐的误杀！虚伪的拥抱狰狞浮夸，亲吻总好过怒骂，别再说假话。可贵的烟花，再上等都不像话，真心剩下就炫过，真不全全看造化。谁说我能驯服他？谁被谁驯服了啊？被驯服的人是我，被驯服的人是我。用爱欺诈，多么伟大的办法！仔细听爱的哭声沙哑，重复愚蠢却不懂得尴尬，还享受做一个笑话。不言自拔，多么荒唐的误杀！虚伪的拥抱狰狞浮夸，亲吻总好过怒骂，别再说假话。